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拍摄失败，她因涉嫌误导传播支持被罚款，第一代表是林志玲。赵丽颖一直在家里休息，现在回来了。赵丽颖最令人难忘的一次亮相，不仅是她的粉丝，还有一些重要的媒体。尽管如此，在一片欢呼声中，赵丽颖的回归对于她的回归来说，却是一场沉重的灾难。浙江省金华市民政厅称，网络大人物颜如玉因思想误导传播被罚款100万元。官方媒体还记录了赵丽颖为该组织的代表。另外，目前这个组织的代表是赵丽颖。去年7月22日，赵丽颖与一个小机构签约，一个小小的推广，获得了22000个偏好和7万次转发。在微博的登录页面，你可以看到赵丽颖的广告和赵丽颖在微博上的特别视频。赵丽颖身穿白色连衣裙，正在说话。赵丽颖变微商被罚1000万，这两个消息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有网友回过神来，开始吐槽赵丽颖低到爆、降费，甚至有人站出来解释说，他遇到了一个专家，他把赵丽颖当成网络上误导性的宣传专家。更多的人鉴于赵丽颖之前得到广告的时候已经研究过。最莫名其妙的是，赵丽颖最近被一家著名的奢侈品机构报道为中国图片的代表，而现在她将是一个缩影。不管你是否需要获得宣传费用，是不是太自由了？事实上，赵丽颖并不是特别会面临小企业代言人挑战的人。的确，连林志玲都会被骂掉价。像陶虹、董璇、范冰冰等众多女工匠都是微型组织的代言人。此外，这些明星为了现金，将接管这些私营公司。一些粉丝发现，工匠可以通过促销获得巨额美元，而支持者无疑可以达到数百万。对于刘雯这样的超模来说，一次晋升价值150万美元。尽管如此，赵丽颖也能理解她的粉丝之所以受到她的支持影响。赵丽颖今天从急诊回来没多久就被罚了1000万，这让她心灰意冷。某些人说她很不幸，这就是某些人所说的假设她承认承保，她应该承担责任。你怎么看？02网剧《冰与雪火》中，王一博是不是最吸睛？开启网剧《冰与烈火》的洪流，相信不会引人入胜。我好像看到啦啦队，大家都在喊陈宇，陈宇，你太棒了！陈宇，陈宇，你太棒了！陈宇，陈宇，你是最大胆的，一般的。绝大多数电视剧都是按照神的观点来录制的。例如，刘开华派侄子去秘密。事后，刘开华说，他的侄子为了做间谍，被没收了一大笔钱。陈宇说，你刚刚对吴振峰倾诉到了极致，才促成了事情的进展。众人见状，怒不可遏，说你刘开华是个白痴。我相信从现在开始提升，他们不应该打开上帝的观点。上帝的观点简直让人群冷静。上帝的观点只是让人群感受到他们自己的公平感。除此之外，他既没有韵律，也没有理由。以后在拍摄刘开华的情况时，我们应该允许目标市场的态度，也就是刘开华的态度。只有这样，目标市场才能被教育，否则目标市场会不断地认为别人是傻的，他们是最聪明的。我要拍刘开华的态度，用几个观点来叙述。当然，多态度的叙述很简单，目标市场现在已经无法理解了。事实上，现在看电影和电视剧可能只是为了好玩。这部戏剧的另一个因素是它有点拖延。比如陈宇不断回忆自己和吴振峰的事情，表达自己的积极感受，表达过多的情绪。现代骗子研究剧的特点是描写黑帮和贩毒内部的恩怨情仇，把他们描绘成有血有肉的坏人。《冰与火》中还有一位大眼睛的可爱少女蓝安然。蓝安然的眼睛一直都那么大，
有种药草般的认真。关于这部剧，并不总是有很多可提的，完整的很严肃，没有温和的部分这样的问题。一开始，每个奇葩的人都有疑惑，而林德赞成为了第一个疑惑的人。陈宇的女性朋友杨玲独自一人在那种区域定位万萌萌，而那种区域一开始就非常危险。但导演还是允许杨玲自己出手，原因是为了让目标市场感到恐惧和冒险。03，龚俊狐妖小红娘穿黄色好好看，而杨幂的 CP 感满满，安乐川预告可能会播出。虽然狐妖小红娘的剧模每3天就热搜一次，但每次出道的个人造型抓拍都格外惊艳。杨幂穿紫色霸气有效率，陈都灵穿素装可爱。更不得不提的是，狐妖小红娘的剧模无疑是一场盛况空前的晚宴，还没说完就已经让网友们熬夜了。在符合资本的狐妖小红娘剧组中，用路透抓拍出圈难上加难，然而龚俊黄衣新造型一曝光，便迅速冲向新人寻找。没有什么不同的原因，这身穿搭无论是灯光还是气质，都非常适合龚俊。他戴着发光和纱布，那是透明的。明明只是带着手机一起赌博，却又像是个虔诚的信徒。从美轮美奂的手到极致的美貌，让人动容。毫不奇怪，新的球尘下面的介绍都把龚俊夸得高大，像个贵族子弟。神一样可爱的龚俊和天上的狐妖杨幂站在一起，那是一副双眸。路透社照片中，借助杨幂演绎的涂山红红，一身粗犷霸气的紫色，一身冷艳得意的白色，有更大的安静的全局形状。CP 从长相到身高都有一种体验，让人类在剧中的碰撞中熬夜。事实上，在狐妖小红娘月红章正版声明之初，关于龚俊在东方月的功能中的作用，网上就已经出现了各种争议。但在路透社的照片出来后，龚俊的时尚变得更加华丽，而且长发的傻头发也少了很多。直到白衣从路透社传出后，网友们才转念一想，毕竟 S 家的历史傀儡男主也不能太寒酸，而龚俊的白衣其实有种淡然的气质，完整的青春体验。龚俊一身黄衣，时尚大气十足，温中留影状态持续惊艳。数码相机放大后，眉心自然的扬颜印记清晰可见，其中也有一丝奢望。随风摇曳的龙须和刘海更加夺目，将目标市场的冲击力再次拉到鬼谷谷的主人温客行身上。除了时尚感十足的黄色服装，东方开头的蓝色过渡马尾辫造型同样抢眼。双手叉腰的男生身份有他的个人气场，他的眉眼极好惊艳，有霸气的自负出现在全球范围内。尽管成千上万的人将穿越，他仍然有奉献精神。除了狐妖小红娘的路透亮相外，龚俊另一部即将上映的历史木偶剧《安乐传奇》的预告片也可能即将发布。光看龚俊一身干净的古装，简直太有意思了。展望未来，事实上，由于成名出圈，龚俊的资产不错，基本都演过男主剧。与迪丽热巴合作的《安乐传奇》比《狐妖小红娘》还要早，但绝对扎头发、斜刘海的寒夜王子同样是一个历史傀儡，让人欲罢不能。翟主任，安乐与腹黑王子寒夜的故事。《安乐传奇》中，安乐的女导演迪丽热巴是90花中的巅峰之作，长相可爱，时尚不凡，气势惊人。即使穿着正统的制服，她也是有着英勇双眸的绝世光彩。做好那一身华丽的蓝色工装后，她举起双臂，做着奢侈的手势。乍看之下，她似乎不拘小节，轻松但又敏感，分分钟让人对凤九殿下再次做梦。我承认，一旦《安乐传奇》的预告片上映，距离这幅画定稿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不知道能不能快点见到寒夜王子和皇女任安乐。龚俊狐妖小红娘穿黄色好好看，而杨幂的 CP 感满满，安乐川预告可能会播出。